好的，各位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所有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 Stars War 10第2天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 BBC。那么昨天第1天的比赛真的是妙趣横生，既有我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Free for All 的比赛，还有我们5对3的水友赛，也有精彩激烈的我们的大众赛的决赛，以及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Team Moon 和 Team Sky 的一场比赛。但是昨天啊，好像绝大多数的星光都聚焦到了一位选手身上，他是哪位选手呢？没错，昨天莫文首先是在和 Cindy 的比赛里面上演了一个3比0，然后在team 之间的作战里面是带领自己的战队打了一个4比0。昨天后台的小伙伴们也非常激动，说太感谢莫文了，这个7比0没有加班，所以确实昨天带来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Stars War 是一个群星云集的舞台，我相信今天第2天，其他选手也会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给我们带来视觉的享受。好，那么今天是第2天，今天的重头戏啊，就是中韩对抗。怎么说呢？在魔兽3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沃3的顶尖选手和韩国的沃3顶尖选手，一直是在世界的魔兽的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而在多年的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战啊，作为对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今天我们将再次在 Stars War 的舞台上上演一场中国队伍和韩国队伍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抗赛。那我们来看一下赛制啊，我们这一次一共是会打5大场的比赛，就是5个大的回合。那么第一回合采用的是 BO1 的4v4的赛制，也就是说两边所有的8位选手都要登场亮相。接下来是第2回合 BO3 的1v1啊，两边各派一个大将进行一个单挑，要打 BO3。第3回合和第4回合都是2v2，2v2呢我们采用的是 BO1，也就是一局定胜负。最后的决胜回合会用一个 BO3 的1v1，然后我们会由中韩2位队长来决定对抗顺序，也就是说谁上谁排兵布阵啊，是由队长来决定的。大场胜利者获得1分，败者不得分。积累分数最高的获得对抗赛的这样一个胜利。而第1场的比赛固定地图为 R 级，余下的比赛地图由上一场的败者来决定。那么在奖金方面，我们看一下，胜者是获得4万元的奖金，而负者是获得3万5千元。好的，第1回合就是 4v4 的比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中韩对抗的所有的8位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亮相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选手们。首先有请的是韩国队，让我们欢迎Moon。让我们欢迎 Lin、Remind、Focus。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韩国远道而来的4位选手。接下来掌声有请的就是中国战队，让我们有请 Sky。掌声欢迎中国战队，有请 Sky、Infi、Fly、120。好了，又站在 Sky 和 Moon 的中间了啊。但是和昨天的这个各自队长选人不同，今天其实我们赋予了一个中韩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其实就像刚才开场词里我提到，咱们中国的选手和韩国的沃3选手在魔兽3的这个世界的格局里面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对吧？这个没话说，冠军放在那儿。那在中韩的对抗的历史上，其实大家也是互有胜负，然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昨天莫恩选手有一个一穿4的表现，平心而论有点为你们捏把汗。想听一下，咱们的队长 Sky 对于今天的比赛有什么想要说的？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肯定没有问题。今天我们都是刚刚在台下也这个讨论了我们今天的比赛。昨天这个我们都知道 QF 里面 BOE 里面嘛，总会有一些
不太确定性。虽然莫文昨天做的很确定，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很确定的是，他不可能再那么轻松的，对吧？这个发挥自己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队友们都是精气神都很饱满。哦 ，Sky 这个很有信心。来听一下英菲，英菲觉得优势在哪边？放点狠话感觉有点难。然后今天我们是做了更加详细的一个备战跟讨论，我们准备的更加充分。我相信今天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也是希望能够打得精彩，能够希望台下的观众喜欢。好的啊，希望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来，菲菲，菲菲昨天在那个胜利的队伍里面躺了2个小时啊，今天怎么说？今天废话不多说啊，我说个数，4比1。哇哦，比分都拿出来了。好，来问一下我们的120。我觉得今天输赢无所谓吧，能打得精彩就好了。好，希望120也给大家带来精彩表现。那同样也想问一下我们莫文领衔的韩国队伍，昨天莫文选手发挥非常出色，在组队赛里面击败了 Sky 他们队，但今天是一个中韩对抗，对面说4比1要干掉你们，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저희도 제가 생각하기에도 오늘 4대 1로 저희가 이길 것 같고 승리는 저희의 것입니다. 今天的话，我也觉得是4比1，但是胜利属于我们。好，直接把菲菲那句话还了回去啊！好，想问一下令队接下来这场比赛的看法，可以预测一下。今天的看法呀，我感觉我们打不过他们啊。基本上我觉得大概预测一下2比3我们输，大概预测一下哈。不是，我怎么记得昨天他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好，谢谢令，来问一下 Raymond。 제가 하는 경기 말하면 안 되는구나. 4대 1로 이길 것 같습니다. 刚才前面一句话是这个好像不能说啊，我有可能4比1赢。哦，也是认为会4比1获胜。好，最后想问一下 Focus， 今天打算有什么样的表现？ 4대 3으로 이길 것 같습니다. 여러분 아마 많은 분들이 다 이제 박빙을 원하실 거기 때문에 네? 죄송합니다. 3대 2로 이길 것 같습니다. 이거 한국이 이길 것 같습니다. 3比2，韩国队会赢。啊，认为是3比2会胜出。好的，再次把掌声给到我们的8位选手。我们今天的中韩对抗赛4v4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我们把画面交给解说席。 你我皆传奇，谢谢毕叔的主持啊！确实呢，今天中韩对抗赛要作为我们 Stars Watch 10的重头戏了。那咱们3个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从小歪老师，大家好，我是小歪。 大家好，我是解说俊宝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很开心跟2位老师搭档啊。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要提醒各位，特别感谢赛事主办方西安曲江搭配电子竞技中心和达波电竞，感谢赛事承办方西安曲江电竞中心，感谢赛事赞助商爱工斗鱼直播态度科技、君影迪瑞克斯，感谢赛事战略合作伙伴魔坛情报局、雷神加速器、绿树电竞，特别鸣谢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啊。其实昨天啊，我们看了非常多的比赛，俊宝从你个人的角度出发，你印象最深的是谁，或者说哪些场面呢？ 其实昨天啊，每一位选手我觉得发挥都很棒，尤其是昨天的这个赛程排的也比较满啊，这么官方。是的，对，尤其是我觉得昨天的赛程，像那个团队赛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嘛，尤其是这个5v5的那个。对啊，然后不是5v5的，是咱们那个车轮战，对车轮战那个啊。然后呢，月神我觉得昨天。 最佳啊，昨日最佳啊，在我心中是昨日最佳，肯定是没问题的啊。尤其是昨天他在面对这个对手的时候，他对每一个人他的战术好像都不太一样，尤其是应变很快，对应变很快。我觉得老将就是老将啊，确实。尤其是他在对阵这个最后一局在对阵英菲的时候，对阵人族嘛，他是没有选择两边和平的开矿去发育，而是选择在前期就主动出击，就我觉得他在。 打了这么多场比赛之后，体力啊，包括他的这个决策还是非常的好的。确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梦一直能保持他的竞技状态是难能可贵的。那小吴老师对于今天的这个中韩对抗赛，有没有自己的展望？
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双方的一个选手发挥吧，因为这个中韩对抗战可能还是比较看地图以及队长的一个分配。哦，对，因为这个可能不同地图双方的一个选择会很不一样。那我们就拿今天第一场比赛来说，第一场因为是个4v4，哎，跟昨天这个5v5大乱斗可能略显不同，因为昨天5v5呢是大家各站一边，最后要等于说有个人要站到最后。是。那今天4v4呢，这就非常非常讲究配合和早期的战术制定了。小老师对于这种4v4的双边大战，您觉得应该怎样制定战术？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应该中国的几个选手会实力更强一点，因为中国的选手日常也会经常一起玩。韩国那边可能玩的会相对少一点。哦。然后这个4v4里面，其实像 Fly 啊、英菲都会这个玩的特别多，所以相对来说，中国这边可能会配合的更好吧，因为4v4更多的还是要看团队。没问题啊，那究竟是打得怎么样？我们首先看看选手赛前有什么话对我们说。首先看看梦。 들과 함께 또 오랜만에 또 다양한 경기들을 치르게 돼서 기쁘고 이틀 동안 이제 유익한 시간을 함께 보냈으면 좋겠습니다. 스카이가 있는 팀에는 훌륭한 선수도 많이 이제 있고 하다 보니까 기대가 되고 또 방식. 梦还是一如既往的谦逊啊，这是他给非常多的朋友们留下的印象。你看他刚才自己也讲了，就是对于这样的比赛不能掉以轻心，要打得精彩来回报给观众。说的没有太多的攻击性啊，彰显了梦一如既往的这种性格。那他今天呢，同样昨天作为队长主动请缨啊，1穿4拿到了当时的这个对抗赛的胜利。那今天呢，依旧要作为队长的身份啊，带领韩国队与中国队进行中韩对抗赛。其实就像解说老师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有关魔兽3的中韩对抗的记忆，实际上是贯穿整个魔兽3的电竞生涯。那我们首先也要看看令选手令队有什么话在赛前对对手说。 네, 안녕하세요. 워스리게이머 린 박준입니다. 청두에서 살게 된 지는 한 10년 정도 됐고 가장 좋아하는 음식은 청두의 매운맛 샤브샤브 고거라는 음식인데 굉장히 좋아합니다. 가족끼리는 온 적은 없고 그 전에 시안에서 중국에 대회가 많았기 때문에 이번이 한 5번째, 6번째 참가하는 걸로 알고 있는데 이번 대회 때는 스케줄을 보니까 그렇게 시간이 남을 것 같지 않아서 여행은 별로 생각이 없고 그냥 오랜만에 만나는 친구들하고 술 한잔 하고 싶습니다. 그때 올킬은 운이 좀 좋았고 버전도 다르기 때문에 이번엔 버전은 제가 상당히 그렇게 만족스러운 버전은 아니라 올킬은 불가능할 것 같습니다. 令队无论说是职业生涯还是在生活中，都是中国的老朋友了。他在成都生活了10年啊，中文大家也可以看到啊，非常非常的好啊，甚至可以充当中韩当间的这个翻译。他也分享到了，我觉得还比较谦虚啊，说这个无论说是赛前的预测，说不一定能赢，还是说这个版本对自己有点不太有利。小白老师怎么看这个当前的版本对选手的这个有利情况呢？ 其实我觉得林颖还是比较谦虚啊，因为林颖现在应该还是就这个地球上可能最好的兽族，都快没有之一了。对，所以林颖还是很谦虚的，而且他不管跟中国的哪一个选手打，他都应该还是有比较高的胜率的。确实，实力、竞技状态一直保持的不错。其实咱们魔兽3过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选手的这个勤于练习，能保持住自己这个巅峰状态。没错。 对于今天的中国队来讲，面对非常多的韩国一直保持状态的选手，他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当然，咱们继续看啊，看看 Reman 的选手在此前有什么话对大家说呢？ 안녕하세요. 예전에 나이테이브 선수로 오랫동안 활동을 했었던 리마인드입니다. 최근에 워크는 간간히 취미로는 하고 있는데 예전처럼 프로로 막 열정적으로 하지는 않고 있고. 제가 하는 일이 있기 때문에 일에 좀 집중해서 일을 열심히 하고 지내고 있습니다. 그러니까 일을 하느라 시간이 그렇게 많지는 않은데 스타서 초청 오기로 한 그 예정이 된 이후로부터 좀 리플레이도 많이 보고 대회도 많이 챙겨봐서 연습을 했습니다. 예. 제 옛날의 플레이 스타일도 좀 뭔가
그 깜짝 전략을 준비하는 그런 스타일은 아니고 약간 기본기에 충실한 스타일이었기 때문에 이번에도 좀 예전처럼 좀 컨트롤이 잘 된다면은 좋은 결과가 있지 않을까 싶습니다. Rayman 无疑分享到了咱们刚才聊到的话题点啊，就是关于实力状态的保持，实际上还需要勤于练习。刚才他也分享到自己跟之前的职业相比，现在更多的打魔兽是出于兴趣了。是的，而且能够看到啊，这3位选手其实年龄都比较是偏大了，他们都是37岁了都已经。对，所以他们很多当时的光辉形象就在咱们的青春里啊。我们最后看看 Focus 选手赛前的话语。 네, 안녕하세요. 한국에서 오크를 플레이하고 있는 포커스라고 합니다. 일단은 오랜만에 와가지고 중국에 이제 4년, 5년 만에 다시 오랜만에 오는데 집에 다시 돌아온 것처럼 굉장히 친숙하고 기쁜 느낌이었습니다. 일단은 예전에는 제가 지금보다 좀 더 못했었는데 그때도 다른 선수들이 잘해서 이겼거든요. 근데 이번에는 제가 좀 더 잘하기도 하고 해가지고 한국팀이 좀 더 승산이 있다고 생각을 하지만 이얼링 선수가 굉장히 요새 강력하기 때문에 그 선수를 잘 견제를 해서 준비를 해야 될 것 같습니다. 제 상대하고 싶지 않은 선수는 이얼링 선수입니다. 최근에 개인 경기에서 우승을 굉장히 많이 하고 제가 거의 이기지 못했기 때문에 그 선수를 웬만하면 피하고 싶습니다. Focus 选手对于120其实他分享了很多啊，是的啊，表示实力很强，状态保持得好，并且在后续的比赛中可能不想碰到他。之前对于120的这个胜率可能不高啊。对，因为120应该是今年2023年上半年表现最好的一个魔兽争霸3选手，基本上拿到了大部分的冠军吧。是，对，实力非常的强。其实从昨天比赛能看出来，现场有很多朋友们是来支持120的。对。 非常专注的一位选手啊，平时在台下感觉他的话语也不是很多。对，来到咱们中国战队了。刚才其实韩国队有放狠话的，有非常谦逊的，有分享在中国生活的。那我们看看从盖哥开始啊，有什么话对大家说？这次 Stars War 我还做了一些针对性的练习，准备了一些小套路、小战术吧，希望到时候在赛场上能够。 面向现在几个都是准职业级别或者职业级别还在打的末这样的选手这个给他们一些惊喜，对吧？我是希望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惊喜的。我觉得我和中国队的这些老队友们都已经是老朋友了我们也没有进行特别的针对，但是等他们都到达线下之后，我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些排兵布阵的这些讨论啦、想法啦，看看比如说谁打莫文更有信心，谁打Rayman更有信心，对吧？到时候就看他们怎么讲了。 我认为韩国队最难缠的选手应该还是Rayman的，因为他是一个，在比赛里面我认为胜负心最强的一个人，当然不是说其他的韩国选手的胜负心不够强，只是Rayman的有些时候，他会给人的感觉更难缠。欢迎你们来到中国西安，我们会好好的款待你们的。 确实，欢迎来到中国西安啊！希望这几位远道而来的韩国友人能够在西安过得开心，同时在比赛上也能共同为咱们奉献出精彩的比赛。刚才 Sky 有分享啊，说最难缠的队友是Rayman的。其实就Rayman的刚才的这个分享，其实似乎跟咱们理解有一点点出入，是吧？没错。Rayman 说我现在打的少了，打魔兽可能仅仅是出于兴趣了。但 Sky 表示Rayman的求胜心可能是让中国队最难缠的地方。没错。 而且似乎这个视频录的也比较早，盖哥刚才也讲了，等队员们都陆续到齐了，再研究战术，说不定这个视频是比较早的录的。对，应该昨天晚上有一些战术上的制定啊，尤其是这个出场顺序。来吧，中国兽王 Fly 飞哥，我们看看他的话语。来打线下比赛，我个人还是比较激动一点的，因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线下赛。 更加能让我有参赛的感觉。这次比赛的话，最想遇到的对手应该是 Sky 吧，因为其他选手的话，我们平时都有偶尔的交流一下。就盖哥真的很久没见了，作为一个老对手，也是想跟他在赛场上再次的切磋。刚才他说想遇到盖哥，我听到现场观众朋友们也爆发出一些笑声，因为似乎咱们从这个赛程上来看，好像在赛场上跟盖哥切磋的这个机会好像有点不多了，太多了，对，好像不多了啊。主要是今天得专注于这个中韩对抗赛。对，
从这个对手变成队友了。对，昨天那个非法的时候还是 FFI 的时候还是有切磋过的。对，结果梦直接让 Fly 原地下班啊。来，英菲塔摩，我们看看有什么话在赛前对大家说。Hello， 大家好，我是英菲王许文，是一名来自陕西的朋友争霸3的选手。虽然我们之前团队赛对抗韩国队的时候每次都输，但是我个人每次都非常的有信心，这次也不例外。哦，我感觉选手们这个节目效果也都很懂。没错，是吧？虽然说之前胜率不高，但是有信心没问题。其实英菲昨天的竞技状态也展现得很好啊，尤其是对于 Fly 那场这个经典的重现赛，是吧？是的，当时是2比0战胜了 Fly， 在 1.24 版本，那如今来到 1.36， 也期待各位中国选手们在台上的发挥。那镜头对准了120啊，这位呼声非常高，今年拿了非常多个人赛冠军表现的选手，我们看看他赛前有什么话对大家说。大家好，我是魔兽争霸3中国选手120。以前我说过我天赋第2，没人敢说第1。但是最近我发现卡号选手异军突起啊，感觉我们两个5-5开吧，天赋上差不多吧。这次来西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吧，只想休息好，然后带领中国队拿到团队赛冠军。我觉得我现在还算不上中国最强的职业选手吧。然后我觉得卡号和彩色他们和我差不多。比赛的话，看谁发挥更好，谁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吧。令神上次在 WCA 上1穿6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我觉得我虽然有这个实力，但是因为我这个人 BO1 的比赛发挥的比较差，因为我属于那种慢热型选手，所以我不太看好我自己能够 OQ， 但是我会很尽力的。确实是也很谦逊的一位选手啊，没错，讲了自己是一位慢热型的选手。哎，小魏老师，这点就想请教您啊，就是在职业赛场上，是不是选手们有的风格会大不相同，有的慢热一些，有的一上来可能就火力全开呢？对，还是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 Fly 明显典型就是一个线下赛选手，他的线下赛的表现会比他线上战斗力要至少提升50%。哦，对，他特别喜欢线下的感觉。以前线下的时候，比如说冬天，他经常穿个短袖就跟别人打比赛了。这么火力全开吗？对，非常猛。包括120，其实120啊，当然很多魔兽争霸3玩家都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并不是那么谦虚的选手。哦，他还是因为他还是打法当然他实力也是的确非常强啊。还是有他实力作为一个基础的。是。因为他说天赋，他说第2，没有人敢说第1。我觉得这还是一句很嚣张的话。但是大家都认，为什么？因为他确实实力很强。啊，确实。尤其是在这个《魔兽争霸3》已经发展到2023年了，这个游戏实际上它是属于很多老兵在作战。这个时候120它依然作为一个偏年轻的面孔啊，在赛场上它是有的时候是能够展现出这种宰制力的。是的。中韩对抗赛第1场比赛是 BO1 的4v4双边作战，地图是 Royal Garden 啊。这张图很久以前便定下来了，后续还有1场 BO1， 2场这个2v2，对，还有1场 BO3，对。马上进入到这场4v4的对决，就像刚才小白老师也讲到的，要看战术制定啊，包括其实要参考选手们的这个出生点位。对。4v4的话，应该我觉得英菲和 Fly 2个人可能会发挥更多的一个团队的一个领导或者组织的一个能力。特别是 Fly， 其实昨天那个12人的那个大会战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 ，Fly 在这种对抗里面是非常的专业的。是。有他的一个团队的一个领导力。而且本身 Fly 在昨天这个大会战当中，他的出生点位其实并不占优的啊，最终获得了胜利。对。看看4v4的团队战吧，既需要个人的发挥，也需要大家的配合。选手们之间的磨合时间并不长，战术制定的时间估计也就是昨天晚上。没错啊，临时商量一下，看看今天能不能在赛场上表现优秀，尤其是要为这场中韩对抗赛赢得开门红。
今天120戴了眼镜，看起来战斗力应该有提升啊。好，眼镜一戴，火力全开。而盖哥和梦作为两队的队长啊，肯定要发挥自己的经验，更多的是指挥串联。梦昨天无疑是在 Star Wars 史上表现最为亮眼的选手，37岁的高龄老兵依旧活跃在赛场，并且主动请缨，拿下那场车轮战的4杠0。来吧，进入到游戏 Royal Garden 的地图，皇家花园。梦的出生点位韩国队应该是在下半部分。嗯，哇，Lin 居然是用了人族 ，Remand 用的是亡灵，福克斯还是用了他的本族兽族。哦，这样4大种族韩国队是站齐了。对，弗莱自己的兽族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往右是英菲，英菲这场是暗夜。那似乎中国队也要复刻4大种族的汇聚，我们看看 Sky 人族自己的本命种族，最右边最后一个由120的不死族没问题。那这样是双方都是4大种族的汇聚，没错。对，因为这个团队作战啊，这个光环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嗯，所以的话，暗夜精灵可能英菲会出一个白虎哦，强击光环，对，来给团队提供更多的一个作战力。啊，昨天看的这个水友赛5打3打这个职业选手，当时水友就是白虎的强击光环加上死棋的邪恶光环，各种光环流，搞得大家痛不欲生。这个性价比很高，因为核心4v4的话人口会非常高。嗯，这种时候一个光环的作用就非常有性价比了。KOG 的首发，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昨天我其实也有听到中国队这边说，英菲说他要用暗夜来配合，然后120一直在咨询说我应该出什么兵种，我应该出什么英雄，他们讨论的还是蛮多的。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昨天其实已经有一些战术上的讨论了。对。一开始练点哦，牛头人酋长直接上来学耐久光环，这就是刚才小白老师讲到的，是光环流的英雄还是要有的。大法师 Lin 的人族啊，其实比赛中用的比较少，因为他本身是兽族嘛。嗯。但是他的人族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就是现在《魔兽争霸3》里面很多人啊都说随机水平最高的可能是英菲啊，然后或者是蛋种，然后再或者可能就是 Lin 了。嗯。但 Lin 的平时表现的比较的低调。一位玩家的部队。确实，之前 TH000也很喜欢打这种随机种族啊。对。一座基地正遭到的开矿，双方前期可能还是要好好的多发育一下，因为跟对手的这个距离位置是比较远的，相互之间是队友的这个支援更快，对手过来，你说这个直接 rush 基地可能性是比较小。是的，很难说前期就几家人把一家给做掉，这很难。是。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2个残血的农民，到基地里跑一跑，还差最后一下。哦，这个小狼，先知的小狼，还是做到了一下。Lin 作为一个兽族选手，他人族农民操作还是非常细腻。嗯。可能还得看一下，待会儿就是说双方到底哪一个选手是打辅助的。是。120肯定是团队里面的核心的一个输出点。一位玩家的部队。这张地图因为比较的对称啊，所以大家分矿又是正好是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大家是都各自先开矿，后续的这个因为分矿它等于说是主矿前方的一个屏障，等于说关于分矿的防守跟其他的地图相比要更加重要一些。对。而且因为这个都是上下对称的嘛，对，所以呢，双方可能到时候打起来会非常凶。继续先知小狼的骚扰，现在还处于前期的一个发育期，大家都在开矿、升科技，可能真正要打，可能要等到2本或者3本的时候，然后2英雄都要出来。是。前期的话都是练一下，各自练一下英雄等级。我觉得要打的话，应该也可能会拖到比较中后期了。对，大家发育都还不错了。
这把反正大家的各自几乎是人均双矿，是啊，先把这个矿开起来，经济攒起来，对，把经济拉起来，然后再突然爆兵，攒一波钱，突然爆兵，上这个高维修，然后突然去 rush 一家，是。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双方前期应该还是有一些小规模的接触，就比较和谐，没有太多的一个对抗。3级的 QG 先缠住蜘蛛，小狼跟上就咬。Remind 的亡灵可能还真的没咋见过。Remind 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双修选手，就是他的暗夜精灵是肯定很多人都知道很强，拿到过 WCG 的冠军，但是他的兽族也非常非常厉害。亡灵还应该是比赛里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可能韩国队也有一些准备啊。是啊，那现在先知和 QG 继续去缠蜘蛛，这一缠一个准 C， 小这了一下给 C 起来，小精灵自爆救了一下，兽族开了个加速卷轴，所以中国队可能啊就会拿人脉的作为突破口。前期英菲好像很活跃啊，主动跑到那边去骚扰了。然后120跟这边的这个 Fly 其实是一直在发育的，应该是120跟这个盖哥。对，这都是开矿的嘛。英菲这把很有可能是要打辅助了，感觉这个战术像是他们提前沟通好的。对，先拿远程猎头这样去消耗一下。是的，去干扰一下你的发育，对方的发育。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4v4的话，前期可能有一些英雄的阵亡啊，或者一个单位的击杀啊，就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这跟1v1还是不一样。1v1里面前期死了一个英雄啥的，就感觉很被动了。是，1v1上来英雄倒了，跟天塌了一样。对。4v4里面也是可能前期你缠绕杀个蜘蛛啥的，都感觉还好。1v1里面前期说，哎呀，这个亡灵怎么还死一个蜘蛛，就觉得这亡灵好像有点问题了。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哇，福克斯的牛头已经3级了。牛头这个英雄在这种大团战里面真的是战斗力特别强，这个英雄只要站在那边就感觉非常有用。是。木这边阿发出了一个纳迦，上来的冰剑减速也可以帮助他击杀蜘蛛。这个蜘蛛是没办法的。一座基地正遭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Remind 现在好多蜘蛛啊，追着英菲打。英菲的小 AC 是完全打不过。这个就看双方的2个，特别像120他们的发育到底怎么样了。因为120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默默的发育，你在画面里面甚至都没看到120在干嘛。嘿，我们的小歪老师已经暗示我们的 OB 大哥看看120了。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上方的会战。Fly 也是出了自己的熊猫牛头。这种带光环的英雄在多 v 多的时候是非常的吃香。还有一些就是偏 AOE 的英雄，比如说像英菲的这个熊猫。对，这把英菲也没有出白火。这把反正人口密集的地方，熊猫一口9火，收益是很高的。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盖哥现在已经大法师也3级，矿也开好，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双方应该都已经基本上基础都打好了，现在就在等科技，等3本，亡灵等个3本，都在等各自的科技。等完以后差不多了，可能就要开始爆人口了，然后集中火力欺负一家。120好像已经拥有了黑暗游侠，3本说明已经完成了。但目前啊，就是大家的2英雄、3英雄啊是等级比较低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点位了，基本上地图上面能练的点不多了。对，所以现在可能就要击杀对方的单位了。因为这个地图本身也不是属于那种超大的地图，练的点位比较少，又没有这种上岛这种情况。这个牛头的装备很不错啊，回来这个牛头装备非常好啊。全属性。
+3，还有一个大血瓶。对，因为这种牛头这种英雄一定是很容易被秒，这种特别是人口高了以后，这伤害是经常是溢出的。牛头就典型的又要血又要蓝啊。对。好，现在好像韩国队这边已经冲到了 Sky 分矿边上。是的 ，Focus 直接顶起无敌，战争践踏，先踏入蜘蛛，蜘蛛立刻钻地，但是这个钻地没能钻进去。福克斯的牛头啊，跟他打1v1是一样，他的无敌啊永远是顶得非常的快啊，他是非常坚决。哎，弗莱的牛头只有2级。这个在屏幕的左侧，弗莱的牛头血量并不健康，但他们还想先击杀蜘蛛，狂暴猎头过来了，这个直接撤退了韩国队。2张，牛头可能有点危险啊，弗莱的牛头交掉了大血瓶，被中国队2线夹击，直接把韩国队给打回去了。是的，英菲现在好像已经出了一些小路了。这个时候 Lin 的这些福特曼啊，顶盾福特曼啊，小路看了以后有点摇头。小路还是很烦这个顶盾福特曼的。这2级的熊猫也一直被西摩塔西，这个蓝量已经见底了。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现在 Sky 带的兄弟们好像准备直接去压福克斯的分矿了。对，这分矿农民得赶紧撤退，一大堆农民啊，7、8个，赶紧逃开，这个分矿要直接端掉了。福克斯这个分矿是没办法了，除非大家一起来。是。银匪的熊猫好像是被击杀了。相比之下，其实兽族的这种分矿往往是最容易被突破的。对，现在对于这个分矿的保护力度是比较差的。现在直接要杀到福克斯主基地里面了吗？中国队这边很凶啊，直接就开始殴打福克斯了。啊，直接来到主矿了。小狼一招，又是先拆地洞。这可能随时要做好 TP 或者撤退的准备。因为这种对抗，哎呦，福克斯的这个地板，欧盟猎手，摩尔的欧盟猎手上不去啊。哦，被变羊了。这伤害这太吓人了，见面就被一群人打。上来就保存，得灌一口井水，再到正面战场，还在继续压主矿，加速卷轴一开。现在中国队一直是调整自己的阵型，破法站前排。对，又是个变羊，要去找牛头。牛头被小威奶了一口。牛头要注意一下，牛头这个踩地板踩的比较一般啊，感觉只是踩到山丘之王和1级的小黑。弗莱的牛头直接交出了无敌，也要顶起无敌。又是个变羊，这个时候英雄是很容易被秒啊。是，亮起双 TP。好，中国队应该是要撤了，然后英菲应该是在另外一边一直在骚扰。这山岭巨人2只嘲讽住。哇！但是 Lin 这个小炮是一个3本的碎片小炮，很凶啊！啊，这砸起小鹿来，小鹿是痛不欲生啊！小鹿非常怕这个碎片小炮。对。所以银匪可能差不多烧到也要点到为止了。但是这个山岭巨人啊，其实是完全人族现在完全打不动的。是，太厚了。对，这个兵种非常的讨厌。银匪现在基本上跟 Lin 打成了一个1v1啊。其他人是3v3，他们2个人在那边 solo， 他俩刚好处于地图的一边，是吧？跟这个正面战场离得比较远。没错。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好，英菲现在可能要走了，因为他们对方好像两家人在找他了。啊。英菲成功的牵制了对方2家，然后中国队这边好像也在练级。因为英菲这个山岭巨人是真的很阴啊，他能牵制很长时间。但我觉得英菲抓紧时间走吧。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福克斯的分矿好像刚刚好又要被拆掉了吗？是。还是这个位置，还是这片分矿。亮起 TP。好，现在要来救福克斯的分矿。这次是梦 TP 赶到。对，木跟福克斯在这边做好防守。啊，梦的山岭也有了，先抽了自己一口。兽人的话，在这个对抗里面是一定要出那个加血棒的，性价比非常高。牛头踩地板踩的效果一般，但死棋这个时候没来了。山岭巨人在前排很顶，远程单位打他身上是不痛不痒，一锤，先锤动恶魔猎手。恶魔猎手的血量掉得很快啊！牛头赶紧一个踩地板去掩护恶魔猎手的撤退。大家应该是有保存的问题，也不是很大。是，而且前排的这个山岭啊，确实大家对梦的双山岭毫无胃口。恶魔猎手要当心一点，这个英雄现在3级还不太身板还不太好，顶起了个无敌，吃掉了个群捕。大法师被踩住了，要被秒了吗？大法师 Sky 盖格也被一个插撞闪电1级的插撞闪电直接将其秒杀。哎，看到120的冰龙了，
哇，这个兵种平常1v1是真的很少见啊。是的，而且冰龙小歪也要被秒了。突然赶到战场，对于战局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冰龙的减速效果非常好。没错，优先杀猎头啊，这个山岭巨人没有那么关键。这个兵种太硬了。是的。哦哟，这正面这4、5个山岭巨人啊，走来走去，也在打。现在 Lin 的这个小炮得优先解决掉。是啊。Remad 的小强是被死棋塞了一口，先知给了他一个闪电链，不要给他套了一个冰盾，小强2级，小强又塞一口，2级的塞，但是踩地板踩住，这次小唐地板踩住了，应该是跑不太掉了，再变羊，是再给死亡骑士又输送魔法，死亡骑士3个 C 啊，全给了小强，但是正面韩国队的部队的血量已经并不太健康了。小炮现在没有输出环境啊，一直在退。山岭巨人在前排实在太顶了，4个山岭。银飞的山岭巨人一直要往前冲。是啊。现在就看 Fly 的猎头啊，能不能走到后面点到对方的小炮。好 ，Fly 的牛头走上去了，地板踩住2个小炮，小炮瞬间秒杀。血法也被踩住，血法的位置很危险，被变羊，被变羊跑不掉了。血法遭到击杀。应该说银飞跟 Fly 2个人的配合相当好啊。帕拉丁在被嘲讽，帕拉丁也被点掉，2个英雄连续阵亡。好像暗影猎兽，中国队这边暗影猎兽也被秒了。哦呦，这个牛头又踩住了小强，这连续的几发踩地板，加上小歪的控制链太足了。再塞一口死亡骑士，这个死亡缠绕现在只能给小强不停的续命。对。哎呦，这个冰龙是真的凶啊！欧盟猎手是很怕这个冰龙的。木的恶魔猎手现在根本没有任何作用，要么保存，要么就死了。哎呦，吃到 Nova 之后立刻保存，那娜迦其实也得危险，得往后拉扯。冰龙现在空中有2只，不停吐着前排的部队。我觉得能够把这娜迦锤一下，这娜迦就走了。现在木的山岭巨人啊，全中了减速啊，根本跑不掉啊！哇，这山岭巨人成了活靶子，开了个月亮石。本身跑了就慢，冰龙现在一个无敌状态。而福克斯赶过来，赶紧援护一下梦，但是福克斯的部队其实也不多啊，4级能球踩下5级的死棋也不痛不痒的。现在没有人能解决120的冰龙，感觉120的冰龙又要塞起来了。是。现在冰龙一直对着对方点，韩国队这边是非常痛苦啊，因为他们一直是被蚕食自己的单位。保存了一个残血的山岭巨人。哎呦，牛头直接就上去就残血了。120现在处于一个 AD 版的状态。A 谁倒谁。还有2个车子在后面给120不停的续航，空中是2个飞鸟，3个黑鸟，2个冰龙的空中部队。哇，120这把真的好强啊！是，又保存了个山岭，但是另外一个山岭是要倒下的，冰龙再减速一个，连续2个山岭倒下。Sky 的破法 ，Sky 全是出了魔免的单位，一直往前冲，然后冰龙一直追着对方点，对方就没有任何办法进行抵抗。这大家可以数一数啊，6只、7只山岭巨人。银飞的山岭巨人应该说把亡灵的蜘蛛啊克得死死的，如同7座高山一样。哇，现在基本上中国队已经赢了。7只山岭巨人 ，Flash 这把打辅助啊，出了很多加血棒，给队友加血。而我们看亡灵部队打到这7只山岭巨人，他仿佛来到了西安的古城墙，这城墙是密不透风啊。欢迎来到西安。然后 Lin 这边出了施灸啊，施灸这东西是特别怕猎头的，完全没用啊。是。少量的施灸是没有用的，就是别人的经验宝宝。大法师交出了 TP。残血的回城。韩国队这边的英雄连续阵亡，感觉已经要打GG了。正面确实中国队的部队数量太多了。对，而且这个东西是滚雪球的，就是在1v1里面，有些时候你还有劣势翻盘，这种局里面基本上就是你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就是给一个GG的理由了。对，因为120这种冰龙啊成型啊，其实在4v4里面人族啊一定是要出直升机的。那直接打出GG，我们恭喜中国队在中韩对抗赛的首局4v4的团体对抗当中获得胜利。再次恭喜中国队啊！是。可以看到，这次在这局比赛当中，也是发挥了自己的这个战术啊。前期啊，有骚扰的啊，有发育的，对，在这个分工上面还是非常明确的，还有配合打辅助。你像骚扰的，像英菲做了挺多，是吧？没错。然后 Sky 也是一直侵袭着这个兽族 Focus 的分矿，是吧？然后到后期你会发现，像这个冰龙120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包括这几只山岭巨人。英菲的山岭巨人也让
韩国部队有点处理不掉。对，这把中国队的分工是非常明确，120一定是打后期的，然后这个 Fly 是打辅助的嘛，很多的光环，还有包括他的那个加血棒都是给队友提供支持的。而韩国队这边呢，相当于说他们还是各自打各自的，就是说他们。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跟我朋友、跟我同学一起打这个大家这个，比如说3v3、4v4的时候，这种场面啊，我朋友有一句名言，没关系，你等我冰霜巨龙出来就赢了。你先拖住，等我。对，其实咱们从这个职业角度出发，其实冰霜巨龙并不意味着无敌，没错，它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单位。但是其实从咱们小的时候这种角度来看，在心里这个印象，我有冰龙就我有冰龙就无敌了。对。刚才那种比赛，其实我们也看到，当第一支冰龙参战的时候，确实改变了战局。对，所以正常4v4的话，人族是一定要出直升机的。就不管对方出不出冰龙，直升机一定要有个20加在这边准备着。对，就是人族出破法加直升机。这是最优先级别的。是，就你刚才看到，韩国队它实际上对空力量是非常少的，非常少，他们限制不了这个冰龙。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出冰龙，能打冰龙。就当时空中大概有2、3条冰龙，加上3、4只黑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韩国队已经应对不了了。对，已经没有办法了，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冰龙的话，会一直被冰龙追着打。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战术制定上啊，韩国队可能没有制定的非常的完备，比如说没有人真正的去拖后期，去打法语前期队友去给他撑这个前期节奏。没错啊。就像小姚老师在赛前所说的，觉得预测中国队会赢，而且是中国队经常在私下里会有一些合作啊，会有一些练习啊。然后韩国选手呢，可能到这边他们平时也没有在台下去进行一些训练，在战术制定方面，包括在今天的现场的这个发挥啊，都不如中国队。还得是你，还得是你的预测准确。对，因为中国队确实特别像弗莱和英菲2个人，他们经常打4v4，然后也经常带着水友打，所以他们拥有非常好的指挥能力。他们经常打4v4是吧？对，他们可能会带着他们的粉丝或者观众一起打，那粉丝观众的水平可能没有职业选手那么高嘛，那你就需要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对，所以包括像120也是赛前一直在问英菲应该怎么出怎么打。对，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有知道自己明确自己的分工吧。这场分工确实非常明确，很明确，是吧？英菲前期骚扰，然后大家其他人去发育。对，尤其是120发育的非常爽。你记不记得前期当时咱们还注意到，好像120都没镜头，没给镜头啊，Q 的王老师。对，120前期就是练级嘛，然后升科技，等兵种嘛，等到出来以后就一波嘛。对，甚至他那个埋骨地什么时候造的咱们都不知道。对，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冰龙出现的时候。对，后来才知道都造埋骨地出冰龙了。对，冰龙这个兵种，我们平常打电脑最喜欢了。对，那打电脑的时候，确实，电脑喜欢吃，咱们也喜欢吃。对，打电脑非常喜欢。是，有的。好，那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啊，没错啊，非常多的这个大规模的混战啊，咱们一起来看看高光集锦时刻。